好，我们直播开始啊！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期北京对话郑旭光，欢迎郑先生。好谢谢北京的邀请。临时邀约啊，因为今对。天确实发生了一个突发的事情啊。2025年10月13日，万润南先生逝世啊。我们先放一张万润南先生的晚年时候的照片给大家看，因为我的观众朋友们呢，很多都很年轻啊，不知道或者不太了解万先生的事情。这今天我们这期对话的由来啊，因为想听郑先生给我们聊一聊。主要可能两个方面吧。一方面，万先生呢，是我先做一下简单介绍啊，是当时8964的一位算箭头型人物了啊，很重要的人物啊，那段历史非常关键的一个见证人以及参与人。那么8964之后呢，他就因此流亡海外啊，一直至今，那么都没能所谓的落叶归根啊。现在我看有人在悼念他，是在这个角度。我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是，待会儿听您介绍啊，在8964的时候，那么万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他当时是怎么思考中国的民主的？那么以及呢，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时至今日，都过去了这么多年了，晚年的万先生，据您的了解，因为您跟他也最近，尤其最近一年啊，可能沟通交流比较多。晚年的万先生的想法有没有什么一些改变？这也是我们很感兴趣的。那当然，今天这个日子还是个很巧合的。我们知道万先生是四通集团的创始人。那么3年前的今天啊，在四通桥上发生了著名的这个事件啊，就是彭载舟挂这个罢免毒夫习近平的这个横幅。那今天是3周年纪念日，结果就这么巧合啊，四通桥、四通集团的创始人万润南先生今天逝世。我们也放一张这个彭载舟、彭立发的照片啊，也给大家看一下。所以整个这个事情，大家实际上都是在为中国那片土地的一个民主化去努力吧。那像万先生就努力了一辈子了。好，那我们把话筒交给您啊，由您来介绍。万先生刚才就诚如你说啊，就是从去年5月9号到今年我和万先生呢，算是笔友，因为在 WhatsApp 上有非常饱和的一种交流啊，就是对于中国问题啊，对于国际形势啊，有很多交流。倒是对于过去89年或者说海外民运过去几十年的事情呢，万先生很少提及很少提及。我倒是这个有一些其他的间接的渠道了解到他过去的一些行迹。那么我先说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89年和海外民运这一段。那么89年呢，我跟万先生应该说，最初第一次见到万先生我是在北航上学嘛，在万瑞南作为四通公司的创办人到北京我们当时叫航空学院，到北京航空学院去这个跟大家分享他创办企业的经验这个是对万瑞南的第一印象印象也不是那么很深也不是那么很深就是知道有一个比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家。那么第二次见呢，应该是在89年89年的戒严以后戒严以后呢，这个四通请了一些学生到这个北京国际饭店去商讨怎么办那么就有一个联合的倡议就是撤销戒严学生那个返校这个是这么一个倡议就是各退一步，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那因为当天呢，我是特别疲倦，我记着我可能中途我就去找一个房间休息去了所以那个状态呢，实际上是没有和万先生有深入的交流那在64之后呢，有两个老先生对你来说肯定是老先生，对我来讲称老先生他们不高兴一个叫曹思源我
曾经说这个放一下他的照片啊，曹思源，对，曹思源。有一次我说这个曹思源老先生，曹思源很不高兴啊。另外一个曹思源，曹先生跟万先生是同一年生人的吧？好像都是1946年，是吧？对，一个曹先生啊，一个周舵啊，周先生，周舵在这里啊，对，周舵，对，这两位呢，我是在89后啊，就是我从秦城监狱91年释放之后呢，2年嘛，刑满释放之后呢，陆陆续续的呢，跟这两位先生啊接触的比较多啊。一个曹先生啊，是中国破产法的起草人啊，起草小组的组长鼓吹他当时也是四通集团的人，对吧？四通就等于支持他搞了一个四通研究所，他是所长就是从这个大概从经济法的角度入手。这个曹思源和周舵都是余光远先生的学生。师兄弟儿，他们师兄弟儿呢都同时任职于四通所以我们在看80年代的很多这个，一方面看到一个网络图，叫做太子党网络图的时候，你发现错综复杂的关系。实际上你在看民运的这个网络图的时候，你也能看到错综复杂的关系这说明关系网之重要。我们对关系网这个词不要用贬义就好了就是这种互相背书的信任会织成一种关系网那曹先生在89年干了一件我认为最漂亮的一个事儿就是接受人大常委胡继伟的委托，就是前人民日报的这个总编辑胡继伟的委托呢胡继伟也是人大教科文卫这个委员会的主委他接受胡继伟的委托征集了56个人大常委的签名，要求开非常人大这56个都是在这个北京市的在京的人大常委成员，而且这是过了法定的规定的人数的人数够了是可以开的，你不开你就是违法的了曹思源先生做了这么一个事情，所以呢他早早就被抓起来了64前就把他抓起来了那么89年以后就是这个91年我出来之后，92年我就见到曹先生，曹先生去西安那么之后我跟曹先生有非常多的交流，他也讲到了他和周舵这个关系和四通的关系包括这个他的这个，他实际上在80年代的时候还有一个思源破产与兼并研究所算是个民营企业所以你研究所是比较好注册的，公司是比较难注册的，企业是比较难注册他有一个研究所，那个研究所呢就被停了，那他后来就找这个海淀区的区委书记说把我的所还给我。他说你那个这个工商局说什么呢？说你那个涉及动乱涉及什么反革命暴乱他说我在64前就被你们抓起来了，没有机会所以最后当然最终肯定是这种气氛松动气氛92年南巡之后，邓南巡之后气氛松动当然他可能是91年就恢复他关了1年应该是91年可能就恢复了那就是说他也有当地的关系嘛，就把他那个兼并与破产研究所给他恢复了他干了一件我认为他的这个在80年代整个最辉煌的不是他的破产法，而这件事尽管夭亡，但是他打了个样，告诉你未来碰到这种事情应该怎么做，不让你做那应该怎么办他为什么不让你做就是他手持着军队嘛，对不对所以军队中立很重要军队中立那就是按规矩来赵子阳的在法治与民主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个路子才能行得通那这是曹先生曹先生做这么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事儿，我认为在中年人里头89年最佩服的一个是曹先生，另外一个谁呢？刘晓波先生就是
他在这个5月末的时候有一个4人绝食啊，72小时接力。那么表面上看他们很激进去绝食去了，但是你看一看那个绝食宣言，它实际上是是个劝的一个宣言啊，呼吁理性的，以非理性的方式呼吁理性。我说这是中间的一个悖论。那有人说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因为你们一去广场更热闹了啊。但是呢，您说的刚才这个周舵就是当时的绝食四君子之一啊，君子这位就是刘晓波、周舵，这个高辛啊，还有这个侯德健啊，高辛也可能也是四通的啊，这个我得再做功课，因为跟高辛没有直接的接触过，跟侯德健没有直接接触过，但是跟刘晓波和周舵就来往比较多啊，8、9后来往。所以这位周先生他其实根本不是学生，在当时他是任职北大的于四通集团的啊，对吧？他是在北大讲课的啊，也是四通的综合计划部的部长啊。因为我印象中是叫发展部部长，但是在网上的资料叫综合计划部部长，那就按这个网上资料来啊，就是说他等于是和曹先生都带有这种外聘性质的四通的这个人才嘛啊，是这么一个，就是万先生显然就是笼络人才的一个状态哈。给大家看看当时的四通集团啊。哎，对，这2个呢，就是一个是这个周舵啊，一个是这个曹思源啊，他们参与这2件事儿，是我认为89年中年人里头做的非常漂亮的2件事儿啊，因为那个4军的绝食，最后呢，在清场的时候啊，是侯德健这个去和戒严部队交涉啊，学生和平撤出广场啊。当然，广场上也有死人，但是避免了最坏的状况。最坏的状况就是在广场大屠杀。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可能在广场上把这些人都抓不起来，这都有可能的。所以四君子在广场上起到了一个稳定的作用啊。这个稳定这个词可能不合适，就是起到了一个把这个事态往良好方向走的一个作用吧。所以这个中间呢，应该说啊，万先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他把这件事他没有提的，但是我记在他的账上，我记在他的账上就是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记在他账上呢？这个是他当时的他是吧？对，年轻时候的他。对，万先生很年轻，我查了一下，他89年的时候才43岁，好像他是对啊，他是4几年，46年生人，好像对，陈一之当时也是不到50岁啊，流亡的时候也不到50岁，就说89年啊，这个一个事变啊，将一批年富力强啊，有想法有良知的改革派清理出来了这个中共的这个队伍而且这个改革派可以真的称得上是中高层称得上是中高层包括像鲍同这样的是吧？因为鲍同的这个所谓政治局常委秘书，他是可以参加中共所有层级的会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今天不讲他，不讲鲍同，就讲万瑞南先生那么周舵和这个曹思源都是他的，曹思源是受他影响委托的这当然是从胡基伟的角度委托的。那这个万瑞南先生呢，他的岳父是李昌李昌是原来哈工大的校长也是129学生运动的领袖。就是对于有一批中共老干部里有一批叫所谓两头针的，像李瑞李昌这样的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学生，40年代所谓救亡运动的时候的学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共的这一批人里头呢，他的这个红色没有那么红，可以叫做粉红没有那么红而且他们的入党动机呢和这个前期也不一样，和前期的这个
所谓大革命时期或者说土地革命时期都不一样啊，他们是这个在共产党合法化以后入党的，啊，所以入共产党并不是一个丢人的事情，甚至可能还是一个进步青年必然要干的事儿。因为国民党那么腐败，就得看共产党了，共产党能搞民主。就像鲍同回忆他自己为什么加入共产党，是当时有一个党员找他，就说中国将来要走什么路啊？他说要走民主的道路啊，具体来讲就是经济上要像苏联，政治上要像美国。因为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这个肯定不是鲍同自己的意识，是知识界的大佬们啊，民主派，他们认为苏联叫经济民主，苏联叫经济民主啊，所以呢，鲍同说啊，这个经济上要苏联啊，政治上要美国。当然，这不是鲍同说的经济民主，是我知道40年代是指有这么一个主流的声音他们认为这个经济上应该学苏联，政治上应该学美国那么他就说这个民主党派没有力量国民党太腐败能搞民主的只有共产党。所以那个同学就说，那咱们都找共产党吧，你找到你告诉我，我找到我告诉你。实际上那个同学就是个共产党几天以后就来找他，我说我找到了，就这样把他就入了党了当然那个时候已经大概是49年了已经，所以就是说有一批就是过去我很不以为然的叫做两头针现在看起来有他的道理就是说他的两头针呢他加入中共呢，他不是为了救亡图存他是一种启蒙思想之下加入的中共就是可以叫做自欺欺人，或者说被共产党骗了都无所谓了。人经常会走错路嘛，就上了贼船就是那一批上了贼船的人，那么后来也被整得七荤八素对吧？那到后来到了80年代的时候所谓大梦初醒所以这些人有放得下的地方你像这个89年的时候李昌、李瑞这些人呢都是这个反对学生进行镇压的。那么像胡基伟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就是这个56个人大常委签名就开非常人大。实际上开非常人大的话，那李鹏政府就待不住了。不要说你的戒严令了那42声论更不用提了，因为他冲的就是戒严令去的5月21号酝酿的，就戒严第一。为什么是5月21号？因为戒严走不下去。那52月1号那一天，赵紫阳在家接待了2个常委，一个乔石，一个胡启立就是戒严行不通的时候，大家就觉得那还得找和平解决的方法，所以乔石就去这个找赵紫阳说这个越来越难办增兵以后越来越难办胡启立找他说那这个人大的彭冲就是秘书长、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常务秘书长秘书长就是1把手秘书长提请要求这个万里提前回国的这个报告没人批复那怎么办那因为21号也是赵紫阳请假的第3天他请假3天嘛19、20、21号他在假期就接待2个常委，总共5个常委，他接待2个常委那他就说那就让万里回国发电报让他回国说这个胡启立说那能不能你这个就说是你说的，他说没问题完了以后他还给吴学坚当时国务委员、外交部长打电话让吴学坚把电报发出去，这样万里在加拿大收到2个党中央的电报一个赵紫阳的党中央，一个是李鹏的党中央当然他听邓小平的李鹏和邓小平是一锅子的一帮的所以从赵紫阳5月21号这个举动，从胡继伟21号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8964流血不是必然事件，是努力不足，不是必然事件，是有一定可能能避免的。对，那么这个万先生呢，我跟他这个有通话，有过他的通话，他又讲到啊，实际上他是受他的岳父李昌的委托介入学生运动的，就是要劝学生撤离嘛，撤出广场，和平解决，所以就是说从赵子阳的角度，希望呢，希望这个能够和平解决，但是从另外一些人角度，希望暴力解决，只有暴力解决才能这个枪杆子说了算。如果不是暴力解决，就得举手说了算，数人头说了算。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你看我这儿有一本这个陈一之回忆录回忆录序陈一之中间讲到这个14届三中全会吧，就是赵子阳正式被罢免那次会议他讲的那个会是怎么开了一个，因为他出国以后跟国内一直保持有联系嘛。他说那个开会的时候，持枪核弹的解放军在会场喊，谁反对邓小平同志就砸烂谁的狗头。我刚刚看了这本，昨天看了这本书，看到这一段你就知道，就是说一旦动枪动起来的时候，就是枪杆子说了算。所以避免动枪是很重要的，避免暴力。我觉得我们的这些对话呀，包括之前跟您的2次对话，其实都是，如果有一些中国的年轻的朋友们听到应该是能起到一些帮助的，因为我相信未来还是会有这样一个时刻的。因为结构没有变嘛，还是这个党的体制。对，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李昌讲了一大堆两头针的好话原因是什么？因为过去我对他们没好话。您的想法也在发生变化你这两头都得你年轻时候也是既要又要，真诚上当，你晚年悔悟是真诚悔悟就是自己好像一点责任都没有我是这么一个这个看不惯当然现在更多的理解就看到了更多的资料得到了就是就产生了更多的理解。那李昌呢，就当时他是中顾委的委员嘛，老革命就等于让万瑞南介入这件事儿。这不是万瑞南主动要介入的，是受这个上一辈学生领袖就是129的学生领袖，他是好像叫民先队中华民族先锋队的这个总队长有这么一个称号李昌受这个上一辈学生领袖的委托。他等于是万润南的岳父是吧？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朱镕基说自己也参与过学生运动是因为当时这个有一些共产党学生或者说左派学生和国民党在斗的时候有一个是被叫姓于吧，一个学生被枪杀了他是走读生被枪杀了，完了以后学潮就起来了。朱镕基是参加过这个学生运动江泽民也参加过当然他们都是小角色了跟李昌不能比的李昌是这个大佬了代劳。那他是受李昌的这个委托介入有这么一件事儿有这么一件事儿。另外还有一件事呢，就是这个七上将要求这个也是5月21号发出的，就是要求部队不要进城，这就更可怕。军队里头7个退休的上将都是56年、55年受勋的。因为我就说，为什么没有大将？因为那一年已经没有大将了。10元帅10大将，但是还有2个元帅徐向前和聂荣臻嘛
但是呢，好像没有大将了。我查了一下，好像没有大将了。所以有两个说法，有7上将，有说10上将，啊，就是最初的时候，是通过，应该是通过谁的儿子？是张震的儿子，不是张震？这个，我现在脑子一下有点乱啊。就是应该是张震的儿子吧？他们是这个跑就是联署签名嘛。那有一个没有签上，就是单独去上书，大概就有10个上将也是在5月21号。为什么？因为军队戒严没有成型你宣布20号戒严，军队没有到位所以杨尚昆也不敢造次，不敢开枪，就停顿在那儿了。这个时间就有大量的斡旋事情就发生，有斡旋，有体制内的，算是抗争吧。事后来讲叫抗争，事前来讲，那是程序走程序所以那个24小时内发生的事情很精彩很激烈。是就是作为当事人的我，实际上事后才知道了很多事情细节，很多事情您想想，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韩国的那部政治题材电影，就《首尔之春》。对，也是以这种就是比如短的10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之内发生的这个事情。是就是说这种战机你抓住就抓住了，抓不住就抓不住了就是这样所以当时我是在广场嘛，5月19号到21号我都是在广场就照咱请假这3天我是在广场所以这个万瑞南的他自己说我做2件事，一个是曹思源这件事，另外一个就是在国际饭店和学生联署就是把学生这个请到国际饭店，完了以后发了一个联合声明发联合声明这个他可能认为这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直接参与完了以后他的心计能比较就是有一个努力吧，他可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说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就是周舵先生参与那个四军，觉得是客观上起到了非常不得了的作用。因为如果说广场在开展大屠杀，这个结子就更深了这个牺牲就更大了这样的话呢，但肯定是另外一个结果了。如果在广场都开枪了，也会有变数，就是也可能到天亮的时候，军队可能会产生哗变，这有可能所以就是从这个人类行为学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可能所有事情都合逻辑，但是可能是个失败者。一个人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做在理上，做在事理上，但是可能是做不在理上，他可能是个成功者。这个是上帝的意志，我们不知道了就是肯定会结果不同肯定会有结果不同是结果会是什么？那是最好的结果了但是呢，也许那么万先生在1989当然这个里头64的时候有一点就是对死难者来讲的永远是最坏的结果。那是那肯定。所以你不能把那个对他而言就是100%的悲剧嘛，没有任何的幸运的成分了，100%的失去了生命。我想问您就是万润南先生在1989年64的时候，他就是据您了解，他当时等于有点算是被动卷入了这个事情，对吧？因为是万先生讲到，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柳传志比他积极，柳传志比他积极，但是柳传志非常恶心，到这个64以后说了一些话，非常恶心就是我从这个对比，我能看出来，就是往往很多负责任他表现的是很稳健，而很多这个口头革命者往往下跪下的最快叛变叛的最快那最简单的来讲嘛，就是这个以中共的历史来讲，中共6大这个苏联认为这个必须工人化，所以呢52%的中委是工人5个常委3个是工人
但是按照这个周恩来的说法，一大批暴徒啊进了中央，但是中间呢有不合格的有22个人都叛变了，啊，就是没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啊和道德情操啊，只是一时冲动嘴上的事情呢，啊，就不好讲。我觉得显然万人南是把柳传志作为他的对照组的，作为他的对照，因为在四通的当时的中关村一条街上，两个门头最大的，一个是四通，一个是联想嘛。联想，万先生呢，应该说他算是压的啊，就是大家不要往前冲啊，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两件事情，我觉得仍然他自己认为做的这两件事情，我认为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发心很好啊，做的效果也不会有任何不好的效果啊。那么就是我说89年的时候，我这个最推崇的两个中年人啊，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我跟他们接触多啊，像严先生，我就89年的时候也就见过一面，啊。当时他在广场上，就我们在一起嘛，他就说啊，我这个，我们在这个统战部啊一起去的广场，他说我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总书记应该知道这一切，啊，就是你看到了他，就是属于非常有激情的一个人。那从当时的中年人，我觉得可以非常让人佩服的，就是一个是刘晓波他们这个四君子绝食一个呢就是这个胡继伟和曹思源的这个所谓的56个常委人大常委要求开非常人大那么这两件事情呢，都间接的和直接的与这个万先生有关所以中国将来要进入一个良性的民主，我觉得万先生这样的个性、这样的思维的人不可或缺。那么他当时的思想是一个算是改革派、改良派。我会把它列到改良派里头，因为而且比较好的一个对照组就清末嘛。就是我把这个，我现在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就基本上把严家琪、万瑞南他们为主席和副主席的这个主席和秘书长的这个，当然开西是副主席了他们这个民阵，我就把它认为是康党。康党康党就是搞立宪民主希望在共产党这个框架下推进民主推进民主，推进自由，推进法治这代价最小就像这个曹先生跟我讲他说他主张修宪，那有些人就反对他说中国这个宪法没法修，基础上就是烂的，就只能砸了是吧？他说那没关系就是我推动修宪也许到你立宪的时候，这个也很接近了嘛，两个都很接近所以你就看这个晚清的革命的主体力量实际上是立宪派，对吧？革命党就那么点人，但是革命要成功没有咨议局这些士绅们的支持背书，你是很难的嘛，对吧？包括像黎元洪这些人，是吧？之前还镇压革命党呢最后成了军政府的头脑，而且最后成为了捍卫中华民国宪法的人对抗这个也就是说其实所谓的这个立宪派，按理说应该是最温和的一派，对吧？我不要求本质上是革命革命的，就像我们说英国是民主国家一样，它有国王，它还是叫民主国家，为什么？因为权力在议会嘛。就是从这个当立宪的角度真的达成的时候，你基本上可以把它叫民主国家只不过他用的不是砍人头的办法实现的转换就是和平演变嘛但和平演变有两个，一个断裂式的，就直接国号都改了就是另外一个呢，国号不改，但是呢这个实质内容变了。
但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共产党国家来讲呢，也转变中间没有不改国号的。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我们过去说的传统的那种封建国家或者说威权国家，那它是一个集权国家就是整权控制的国家，就没有民间社会，就是消灭民间社会是它的任务，是它的方向，是这种国家体制。这他种国家把所有的缓冲阀他都给干掉了，这个就像邓小平在很激烈。89年以后说的，把一切不稳定因素，这个压倒在掐死在萌芽状态。那你和民间这个怎么可能有这个活力呢？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象征，就是像万先生啊，像您说他是就是对照清末的立宪派也好，或者说是在89我就管年的时候他叫康党，就是康党除了也好，袁先生，算是我也管他89叫康党。年的改良派啊。那也就是说，对，其实是想改变中国的各种派系里，那是最温和的，但是也是人最多的。对，最温和的人都只能流亡海外，都容不得，那就确实是出了很大的问题嘛，对吧？那你还能怎么说呢？但不还可以这么说，就嗯，是共产党的眼睛非常的亮啊，就是说看出来你们虽然是最温和的，但是你们也可以有一天突然变得不温和，就像清末的时候，立宪派也可以最后变得去支持革命，对吧？那也不见得，就是说，因为你像赵子阳，我觉得他就是朦朦胧胧的立宪派，嗯因为他是做事的嘛，读书并不多，主要是做事。你10年总理主要是处理事务，对吧？到了87年接这个胡耀邦，到89年也就2年时间那当然之前就让他牵头这个政治改革。他政治改革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周围拢了一帮青年，这些人他们心目中将来中国肯定是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当然也有一批所谓的新权威主义，但是新权威主义他是这样讲的，就是说要用新权威主义的办法发展经济，回头再搞民主。没有人去想共产主义这个事儿的，因为共产主义这个梦已经破了，就是赵和邓的共识是只要坚持党的领导就行了。赵子阳是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这话我怎么知道？我看人民日报，我在秦城上看人民日报，上面批判赵子阳，说赵子阳说社会主义谁也讲不清楚。完了，我在我的法庭辩护词里就用了这句话，我说我为什么反对思想基本原则啊？因为连总书记都讲不清楚，为什么让全国人民来尊奉他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呢？我为什么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领导呢？我说，那你没有自信心嘛，让人民来选你嘛，对不对？所以你没有自信，你才会规定必须坚持我的领导嘛。所以我发现我当时的很多看法跟后来严家琪先生说法一样，这就共振嘛。那个时代的人，大家觉得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没有人默认共产党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你想想，在79年的时候和49年之间只有30年时间。是。现在所谓改革开放都40年了，对，没错，其实对不对？所以只有30年的时候，你共产党怎么上的台嘛？你不说国民党不民主嘛？对不对？那青年们才参与你投奔你嘛？你前面你是抗日，我说129青年因为抗日，觉得你共产党清廉形象好，愿意参加你朝气蓬勃。后面你又领着大家反国民党，说国民党那个腐败专制，那你要搞民主清新嘛？你要搞民主清新，那你最后搞得恶臭不堪啊，对不对？比封建王朝还可怕无法无天嘛，对不对？皇上还有法有天啊，对不对？你这无法无天啊，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整个民国人还都在嘛，
民国人还是这个成年人的主体嘛，啊，是，所以大家很自然的就觉得那你不应该这样，所以邓小平是不讲理的，他说我有个发明不争论，因为什么争不过人家，他跟谁都争不过，你跟马派也争不过，跟毛派也争不过，跟西化派也争不过，那他只是说我有枪，我们不要争论，啊，都闭嘴，啊，因为一争论他肯定站不住脚嘛，所以他和赵的共识就是说共产党那个不能倒，但是呢，他实际上他和赵又有区别，就是赵是希望在这个政改能够往前推进的，就是赵的说法，我们的这个号称是真民主，怎么比人家假民主还看着，人家这假民主更真，我们这真民主更不像话，是吧？那这个大家还是知道的嘛，因为他毕竟他也是所谓抗战时期入党的小知识分子嘛，高中生嘛，这点天良还是有的嘛。天良，对啊，就是他还没有黑化到像第一批那个创党领袖经过这个大革命之后那种完全被那种血，被那种恨完全给凝聚在一起了。因为中共几万5万党员大概死了杀了1万吧，杀了2万，啊，当然也杀的国民党左派比共产党人还要多，所以就是严酷的环境真的产生不出太好的这种立宪民主自由的这种果子来，是啊，这个不一定对哈，这个话不一定对啊，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能看到能看到这个东西啊，这个不是一个规律，但是是一个现象啊，所以我就说像那个万先生他们万先生啊，严先生啊，陈先生啊，陈一思更明显了，对不对？他是标准的康有为啊，对吧？如果说鲍同的话，鲍同比康有为地位高多了，对不对？是。所以你要说鲍同啊、陈一姿啊，那是标准的康党那种，当然他们比康有为有出息多了我这个有出息的话，适合于描述他们年轻的时候不适合说现在就是他们流亡的时候也40、50岁嘛，他不像那个康有为给自己扒拉的骄奢淫逸的生活，对不对？写一些烂字儿去骗钱拿着伪造皇帝诏书，我觉得这个民国人的德行是比晚清的这个立宪派要强所以包括你这个你知道这个不管是王军涛呀、万瑞南，他们都有一句话，就是说很多人在骂海外民运，糟践海外民运。他说我们对比起来中国的海外民运真的跟其他各国比起来算是不说拔头筹的，也算是先进之列的，就是有笔账炒一炒，还没有搞黑社会的那种的，所以这个比晚清要好很多，比晚清也要好比当下的这个在这个世界各国的流亡人群里头算好的影响之大也算是这个少有的，就是流亡力量里头就是中国的海外民运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提到这个立宪党人流亡之后和康有为的比较。当然我们不能光提康有为，还得提另外一个人梁启超。我觉得陈一姿也好，这个万瑞南也好，他们算是梁启超那一档的人，是一股清流好在没有康有为个个都是梁启超，希望如此不知道谁是康有为，因为康的名声太大了，对不对？这个名声大的这些人呢，没有这种就算没有了嘛，就算没有了嘛，那我觉得还都不错，他们还都是比较在意这个爱惜羽毛的，有民国时代的这种老中国人的这种矜持也有这个新风。那么万先生89年之后，应该是好像90年，是90年就流亡出来的，还是89年就出来了？89年就出来了是吧？所以他们参加了这个法国大革命嘛，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嘛，1989年是200周年，
就是1989年是5·470周年，大革命200周年，又是建国30周年，就是好多个结果搞出一个8964来啊，好多个整日子。完了以后，胡耀邦就去世了，就是总书记变成政治局委员，突然又在开会的时候又去世，开会的时候犯病，完了以后不几天就去世了，所以惹出来很多事情啊，还有这个中苏和解，戈尔巴乔夫来访。来访引发了绝食，又引发了这个赵紫阳向他讲，邓小平是还在掌握权，包括这也是一个公案。邓小平，为什么赵紫阳去这样讲？我过去的时候我赞同严先生看法，严先生说，他第一印象就是邓小平向赵紫阳向邓小平发起攻击了。那么后来他说啊，这邓小平赵紫阳撂挑子啊。那么现在我自己看呢，好像也不是。就是赵紫阳想在这个中共这个党内呢引入一些透明性、透明度，就像那个戈尔巴乔夫公开性一样啊。中国的当时的政改是以戈尔巴乔夫为榜样的，以老大哥为榜样的，甚至薄一波都说什么呢？不能落在政改，不能落在苏联后头。你看看共产党在找路子的时候也要比一比的，中共也要跟苏共比一比的。所以，因为6·4这个事件，就让这个阵营一下子似乎分明了一样。实际上，在开枪之前，并不是那么很分明，并不是那么很分明所以赵紫阳在这个见戈尔巴乔夫说这个因为戈尔巴先说了一句，说我们2个总书记见面，中苏2党关系就和解了。那赵马上得加上，就是你和邓小平见面才是高潮，就是他这个是刻意的，是有意的，但是呢，我可以说不是歹意的，他是觉得可以被人们扣上歹意的帽子的。效果是这样的，但是我认为邓小平最终是想明白了的，最终是想明白了的，要不然不会有让他重新出山这个想法死活不会有的。最终是想明白了。而且呢，当时这个赵紫阳专案组的这个组长叫王任重，是政协的副主席，是李先念的副手。查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针对邓小平同志？这是赵紫阳犯的最大的错误所以错误打引号的就从党内的角度所以赵实际上是想告诉世人，邓小平垂帘听政是合法的。因为之前呢，这个在5月13号学生在外面绝食的时候，赵紫阳在大会堂见工人代表，所以工人代表就是黄色工会了，就是中共的这个工会，官方工会。说有老工人就问，说我对小平同志有意见，你都退休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对说三道四讲一大堆动乱什么事儿这当时呢，乔石也在场赵紫阳就给解释说我们党内有一个决议，就是一中全会有个决议，重大问题要小平同志掌舵。老公说哦，那我就以后我就不说什么垂帘听政了什么了，意思就是说他不违制他是合规的。赵紫阳觉得这个挺好啊，那就让鲍同去起草一个讲话。什么讲话呢？就是给新闻界吹风那个讲话，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中国的新闻界。你想告诉新闻界，不是全国都知道了吗？他就是要有按部就班的安排这件事情。结果呢，戈尔巴乔夫这个见面就给了他一个机会，他就等不及那一步了，他直接就通过直播了，而且他是有意在电视可以直播的时候讲，因为前10分钟各国记者都在场，刻意鲍同刻意交代一定要在前10分钟讲出来，就是赵紫阳讲这个是故意的，故意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讲主观心理学的话，
他的恶意肯定是下意识的，不是主观的，就是下意识的，就是撂挑子啊。这要放到今天，这个赵子阳已经这个推特都发出来了。哎，对，就是他的讲法呢，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在各国记者都在的时候，一定要把这话说出来啊。就是结果这就造成了一个公案，完效果5月17号效果非常不好，完全出乎赵子阳和鲍同的意外。根据各方面回忆，他们俩是很惊诧的，是没想到的。所以赵子阳的这个给中央的这个给四中全会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辩解，就是说，这个话呢，我过去呢见到各国的兄弟党我都会讲，只不过这一次的问题是公开了，啊，如果说对小平同志造成伤害，那我就是错全在我，啊，就是说他要表达就是他是没有恶意的，实际上就是说，不是邓小平蛮力干政，是真的是垂帘听政了，就是我们过去是污名化垂帘听政，就是说垂帘听政是，你把这个当儿皇帝嘛，当小孩嘛，因为他是这个是有法可循的嘛，对吧？就是他是这样，有就是说，志可循。你这个过去垂帘听政是皇帝没成人，所以有垂帘听政，但赵子阳马上都70了，你还垂帘听政就不对，这是不合理。但是呢，他意思是我是合规的，一中全会鼓掌通过的，但这鼓掌通过是邓小平给自己硬要来的，就是薄一波告诉邓小平，告诉赵子阳，一中全会就要通过这么一个事情，而且邓小平在旁边说，哎，现在外国看中国稳定不稳定，就看我的位置稳定不稳定，啊，我的位置稳定了，中国才稳定。就是邓小平舔着脸要过来的这个位置，就是管赵子阳要的。那赵子阳也就是他要像习近平一样那么腰那么气那么横，大不了我不干了。我估计邓小平真的有可能退让，就是说你，但是呢，赵好像就是说觉得，老家伙们都很难缠，有邓小平做主，事情就好办。但是问题最后最大的矛盾在他和邓小平之间产生，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事儿比较有趣的在哪，就是说他公布这件事情是想说明邓是合党合乎这个程序的，但是显然不符合党章啊，不符合党章，也不符合中国的宪法精神，也不符合啊，不符合党章啊。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件事情是这个一中全会这个所谓的决议是鲍同起草的，所以鲍同也好，赵子阳也好，对于6·4这个最终这个结果，他们是早期就中了因的，参与了这个过程的。包括鲍同回忆说，邓小平核心这个帽子也是他给捣鼓出来的，他也有责任啊。所以在6·4开枪之前，他们本来是一帮人，就是观念上、情感上有不同，但是是一伙的。他们和这个李先念、姚依林不是一伙的，但是他们是伙内并了，同伙内给并了，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另外话题就是说，关键是他们这个党内的这个火拼啊，不管怎么样，那社会上当时卷进去了太多的人，那对吧？你党事就是国事啊，对，因为这是党国体制，你一定不能说啊，那人家这共产党的事儿就跟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一样，你搅和人家事儿干嘛？胡耀邦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他去世了，你学生追记什么呀？你是不是贱呢？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中国是党国体制啊，你不能假装自己是外宾呢，外宾是可以犯这种错误，你不能犯呀。就像我说在网上看见到很多知黑一样，假装自己是老外，实际上你的英语都不过关嘛。就跟那个辜鸿铭，我明白您的这个角度。北大的辜鸿铭，
他留着辫子，但是他英语比老外还好，他的这个所谓的西方文学修养比老外还好，就是在哪儿呢？根子上你不在这些地方啊，就是一定就是面对真实世界啊面对真实世界，那我想问您啊，我们把主题拉回来，就是还是讲到就是你刚才讲的啊这话怎么来？就说立宪派可能会杀人，不是的，中国我当时的这个立宪派就没有动刀的想法，他们真要动刀的想法，邓小平是成功不了的。邓小平就是确确实实是，这是做了亏大德的事儿了，不是说一般意义上亏大德，就是亏了那些信任他的人，就是你对信任的人动刀了，就是把他当人的人，这是他。那么您了解的万先生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流亡到海外来的呢？我觉得他应该有一种接受命运的一个心态转换吧。因为你想在四通公司，如果是88年，所谓的物价潮是吧？价格闯关失败嘛，那很快就过去了。当然那个时候事先都认为是多大的问题啊，这是要追究赵子阳责任等等，实际上是邓小平强行闯关啊。那要追赵子阳就是要追邓小平嘛。88年的价格飞涨的时候，有一批官商就在中间。那89年这个，我后来听到四通的干部讲，就是四通公司的学生在游行的时候，周围就有群众喊四通是最大的关岛。因为你想这个万瑞南的这个背景，对吧？所以包括这个所谓传的赵家的这个赵子阳的孩子倒彩电等等啊，这是甚嚣尘上啊。所以就是说，作为他们来讲，你说万瑞南他有什么动力去反共？不大，就没有啊。这个就是这个真的就是说，因为他不是国民党二代，苦大仇深是吧？对不对？或者说国民党二代这个也有一种就是彻底这个迫害产生忠诚的，也有这样的。他没有受过迫害，所以我觉得正因为他没受过迫害，他可能才有反抗的这种劲儿，这不知深浅是吧？心劲儿。就是还有一个就觉得是自己人啊。我觉得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89年的运动，就觉得我们是自己人呐。你知道北京80年代的人口结构1/3是中职机关及其家属，对1/3啊，就市民的结构里1/3。就我们去游行去绝食，哪怕或者去做这些事情，我是为了咱们好啊，我是为了咱们自己好啊。80年代的大学生有多少？你要见那个博士都觉得很稀罕，是，活捉一个这个活博士是吧？都很稀罕的啊。那所以80年代大学生也是，确实是也是作为一个这个所谓的国家要腾飞，民族要复兴，那是一个珍贵资产。天之骄子。天之骄子这词太烂了，大家都忘了它什么意思了，所以我不用这个词就在这儿。就是整个好像整个国家的希望都在这一批人身上了啊。那这一批人就觉得这国家是我的，你们这样瞎搞哪行啊？有了主人翁精神。有主人翁精神。相反，倒真的是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没有这个觉悟，因为早就知道了这是干部所有制的国家嘛，跟你工人有什么关系？是但是相对来讲，文革折腾来折腾去，早就明白了。对，所以89年的工人并不是很积极嘛，对不对？
但是市民就很，市民构成又是哪些人？我怀疑很多都是大院的，是，哎，大院的子弟，大院的家属啊。当然了，这个中间呢，最起码有一个前提，就是关心这个国家，关心这个民族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也是天然背景，因为你很难划开嘛。就好像，日本人打到中国人来了，打到中国来了，你说你抗日，抗日就是保蒋，那你要这样去说服他，他也未见得说服得了，因为就像张闻天去西安啊，就是包括这个反对毛泽东杀蒋介石，毛泽东就知道杀蒋介石，张闻天说不要杀，因为蒋介石才能领着大家抗日。那你就说是他们就有一个民族这个概念嘛，这个概念是超越阶级的嘛，超越阶级压迫的，对不对？这个和这个列宁还不一样，就是中共和列宁还是有区别，就列宁的这个意识形态主义可能更纯粹啊，更纯粹啊。所以你在80年代的时候，我是感觉，就是在64之前啊，应该说还都觉得是自己人，就是你这不应该啊，腐败不应该，官倒不应该，一党独裁不应该，一党独裁也不应该，对吧？那你共产党也不好舔着脸说我就该，那问题也不在这儿。现在敢舔着脸说了，对呀，那就89年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一旦开枪之后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心智结构都会变。就迫害产生忠诚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都出来了。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陈一兹这本书讲的四中全会这个开法，你就知道共产党已经堕落到了哪个地步。你想赫鲁晓夫听说这个江青给毛泽东做这个秘书，叶群给这个谁林彪做秘书，他觉得中共党堕落到这个程度。哪是共产党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对对，但是他也没有堕落到像现在的共产党这个程度。对，因为堕落是无下限的。开会哪有说把人从主席台上架走的这事儿了？就是一点体面都不要了。但这个始作俑者绝对是邓小平。就是邓小平是确确实实他是一个完全机会主义者，就是咱们节目前你说的那个笑话啊，那个笑话是反映本质的。就是他是完全机会主义的，5分钟之内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信仰。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词呢是赵紫阳的发明，就是而且赵紫阳的权威解释、官方解释，他的解释就是说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对，它不叫中国特色，叫中国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资本主义，这是赵紫阳的解释。但是这个资本主义呢是和党的领导是不冲突的，就是共产党领着大家搞资本主义，所以胡平就说嘛，你是以反资本主义的名目上台，你都不反资本主义，凭什么你还在台上待着呢？你不能好意思舔着脸给自己改一个任务。那我们与时俱进啊，那我肯定任务现在变了嘛。变了，那你不要叫共产党好了，对不对？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嘛，对不对？就说现在共产党的难以为继，就是他的统治之艰难就在这儿，就是他分裂的，他的法统上道统上是分裂的，完全分裂的。就是你建设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始要搞的是新民主主义，是搞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搞2天你就搞社会主义去了。那你搞社会主义了，那你搞吧，搞破产了，好，那你要回到新民主主义时阶。那个时候是多党共建呀，那你怎么不搞多党共建呢？所以80年代的时候，那民主党派也是跃跃欲试的呀，跃跃欲试的呀。那赵紫阳见到那些民主党派也都有很多说法啊。那就是我在80年代的时候，就是在89年的时候，那邓小平在89年搞政改，
推动搞政改的时候，他说的是绝对不能有三权分立，一点影子都不能有。千叮咛万嘱咐，哎，就怕赵子阳他们搞过头。所以按这个按谁的说法，邓小平是2年就要大反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他在中共的元老里头最积极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就是邓小平本人。你看一看还有什么先锋队，可能有个打手就是王震了，但是王震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对，就王震是纯粹是瞅邓小平的这个喜欢而已。你喜欢这个，我就给你上这个药。不是还有个传说吗？说他去找邓小平说，如果说你再不做决断，我跟赵子阳走了。包括王震去英国考察，这个是官史都有的，是英国这就社会主义啊，只差一共产党领导，已经是社会主义了。你看工人的收入比我这政治学员的收入都高，对不对？只差一个共产党领导，所以你的共产党有什么存在？对啊，那你存在那干什么呢？你纯粹多余啊！你是要搞共产主义，你待着干啥？那你最起码你改个名嘛，对不对？就说我们衷心忏悔，改个名叫给社会民主党。可是你搞社会民主党，人家现在做了一个概念偷换嘛，就是我重新连结一下嘛，就是没有历史上没有先例，就是没有说代表东方嘛，资本主义。我们现在就讲东升西降嘛，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东方，然后你的所有什么原来这些词儿啊，资本主义什么，全都统统的全都给你装到西方啊！你现在就是我们只要指桑西方烂啊，你是说指鹿为马是可以成立的吗？大家当然觉得崩溃的嘛。就是你为什么还叫共产党？肯定是共产主义为目标嘛。共产主义跟资本主义应该是水火不容的一个东西嘛。你说我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资本主义才能救共产党，那你还要共产党干什么？这你纯粹成了整个。我现在水火不容的不是共产主义跟资本主义了，我现在水火不容的是东方跟西方了。那中国就在东方，你东方井水不犯河水，哪可能水火不容呢？你冷战时期苏联玩苏联的，美国玩美国的，没有水火不容。我们说回来，别一直跑题啊。说回还是今天那个纪念这个悼念万瑞南先生啊，我还是比较好奇。我们在立宪派上花了太多的时间。没事儿，时间倒无所谓，您只要那个时间 OK，我这儿也 OK， 我这儿今天所有时间都留给您和万瑞南先生今天晚上。我想问你啊，就是有一个说法，说万瑞南先生89年这个等于流亡到海外之后啊，他当时觉得自己1年后就能回来，是不是？也是陈一姿这本书里头讲的。但是陈一姿这个书讲的意思说你这个不负责任，你这是就属于有点营销的一个感觉。他说万瑞南不负责任啊，对啊，为什么？就是我们都知道是不可能嘛。就是他当时万瑞南他当时89年离开之后，先去的是美国还是法国？法国。那他等于是他当时跟这个海外的这些华人说他1、2年就能回去，大家都应该是和外国的政界人士吧？跟外国政界人士说啊。那所以那个陈一姿意思说他这种说法不负责任、不严肃嘛，就是那你到1年到了怎么办嘞？说你为了争取支持，你什么话都可以说，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万瑞南自己的回忆，他完全都没有提到说1年就回国，但是这是个公案了啊，还得我们得找，这是孤证，得找第3个人来说万瑞南是不是说过这个话，对不对？万瑞南自己说，我算保守的，我就是3年7年啊。别人说是1年，大概是别人信了他的，我就不知道。我想问你啊，就是不管是1年还是3年还是7年，他们所谓的能够回中国，他们心里的那个条件，就是触发条件是什么？就什么情况下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回去？6·4平反啊，6·4平反啊，6·4平反，还是共产党领导，但是呢，把6·4平反等于共产党垮台，就是6·4平反了，但是没有说等于共产党垮台。所以在这个您一个稍微私人点的问题啊，您现在应该也回不了中国，对吧？你说，我想问您啊，就是您心里有没有一个
标准，就是什么情况发生了，您觉得您就可以回去，或者您愿意回去？我觉得共产党垮台，垮台。我觉得共产党垮台，因为习近平给大家的一个认知非常清晰，还有一个万人南先生终身不回国，这个非常清晰，就是以他对中共的了解，包括陈一之，他始终和曾庆红保持着间接的联系嘛，有联系人嘛，就是他是回过2次国奔丧嘛，他也没有说我回国就开绿灯特批了这么一个事儿，对，他也没有说我就回去了，我就不来了，就是不出来了，对吧？所以就是非常清晰啊，就是这些人对中共的认知非常清晰，6·4不平反，国内没法待，没法待。等于那他们其实因为您的标准要比他们要严苛，对吧？因为6·4要平反了，这样的中共才是他们可以谅解和解的。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我原来说过一个话，就说我认为我的什么标准情况下我愿意回去，或者我觉得可以回去，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毛泽东纪念堂给拆了，把毛泽东给彻底清算了，那些什么他那些雕像全拆了，差不多一回事儿，一回事儿是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你跟你自己的心理有关了你譬如说你在国内待着的人，有很多人出了国以后，就是国外不能待，一定要在国内做事，还要在国内。他有做事心的人，他愿意接受这个代价，就是说，我不能自由发言，但是呢，我有期待，中国会变好。中国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宽松，越来越民主。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还能发挥我的直接的作用。但是如果像万人南这样的，你在中国你能发挥什么直接作用？对吧？你回去肯定就被钉死，是吧？或者说你要定居，你要能正式定居，你就得妥协。有一个传言说他最后生命的就最近这些年，说中共有去跟他谈条件。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条件是什么，就是说你接受这些条件，你就可以落叶归根，在最后晚年回到中国。但是说这个条件可能要么就是很苛刻，或者就是说不符合他心中的预期，我觉得就是说，起码2个吧。第一个，你对6·4的认知，你对自己在6·4事件中的认知，还有一个，你对现在的政策怎么看？现在的中央怎么看？你想这些人怎么写啊？对不对？就是说以国事自居的这些有民国情怀的人，他会怎么写？没法整，是不是啊？没法整。那我觉得很多搞文学的可能反而无所谓是搞艺术的、搞文学的，像范增啊，像这个那个叫什么？是那个诗人，那叫什么来着？告诉吧世界，我不相信那个。我不知道对他们觉得自己不是政治人物可能觉得无所谓这人跟人的自我期许不一样嘛，就是当你认为自己是政治人物时，你可能有一种士的那种情节或者气节那您觉得像万先生这种从89年到今天这30多年有什么变化吗？在他离世之前，您觉得他在离世之前还是您所谓的康党，还是这个改良派吗？我觉得好像没有根本的大的改变，根本没有大的改变没有如果说他在做事情，我觉得还是会是89年那个做法还是会89年。当然角色已经不同了，那个时候他是四通的老板
那么这些年他的色彩已经完全是海外民运领袖或者反对派头面人物啊。那可能就会像梁启超的进步党一样参与议会斗争，我觉得可能会是那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些陈一之也好，梁启超也好，严家琪也好，基本上类似于梁启超的角色就是你可以把它界定为某种程度上界定为准革命党，但是他又是立宪党人。就是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他这个阵营就不是太清晰了，就大家是互相角色是互相掩护、互相替换的都有可能就一下子不清，因为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中国应该是一个宪政自由国家、民主的国家，这个是一样的。有没有皇帝？皇帝就像阑尾一样，就像英国的、日本的这种皇帝一样了那中共可不可以党主立宪？这也是一个问题很多人说中共甚至王军涛有一次跟我说，我最早提的这个概念党主立宪我觉得这是一种算法一个家族可以，一个皇帝可以立宪，一个党能不能立宪反正你努力去做，什么怪事都会出现，但是出现了以后，这个党也可能像虾皮一样没有内容了但最起码来讲80年代的赵紫阳是在往那个方向走一些，比如说党政分开，对吧？他是党从企业里撤出来嘛，你就在街道上管就行了。那你想党控制的东西就越来越少嘛。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党控制的东西越来越多王岐山讲的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那是毛泽东时代的语言，就是你看到的时候是习近平的共产党觉得自己要失控了，必须要把这些权再往回收，过去几十年来丢掉的权必须收回来。就像我今天看那个华国锋的毛泽东的那个悼词这个刘少奇、林彪这个邓小平修正主义反革命路线把这个被他们把持的党和国家的权利收回来，是毛主席干了这么事儿。那现在习近平就是干毛主席干的事儿了你搞修正主义的，我把这个权利收回来因为很危险，因为失控所以这个包括这个修宪，过去的时候4项基本原则是在宪法序言里头，那在宪法序言里头，按照高凯的说法，就原来人大法制委的这个研究室主任，没有法律效力，序言没有法律效力。这样一个挑战，这样一 bug 被习近平补上了。习近平在修宪以后，把共产党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句话放在宪法第1条里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曹思源先生是觉得可以在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面去一点一点的去改良，有改良的空间和余地，对吧？改革派就是改良派，对，而且他觉得这个事儿做起来是最终可能会有一个好结果，是有意义的，对吧？对。那么曹先生应该是14年去世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您刚才说的习近平修宪的这个事儿呢。那如果曹先生还在世，看到习近平把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写进这个宪法里，您觉得他会有转变吗？他还要修这个宪吗？但应该他很早就已经遇到障碍了。曹先生挺有意思，就是我们在北京的时候一起吃饭他说我们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想说什么说什么，不像他们就不敢说话。萨斯的时候，03年的时候，他在青岛和青岛大学法学院搞了一个宪法修改研讨会。当时萨斯刚过，当时他把这个会议的提纲发给我，中间就有一大堆的疑问
这中国共产党领导要不要写在宪法里，写在序言里头啊？一大堆，就是要让这个宪法向宪制方向靠拢。他开了这个会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这个会呢，有一个人物啊，是原来胡耀邦时期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啊，前贵州省委书记。他的后任是胡锦涛。朱厚泽也发言了。那胡锦涛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因为这个报道呢是出现在凤凰周刊，大概凤凰周刊给他出了一个专刊，就这一期活动限制。你看胡锦涛上任刚出，习近平上任刚出，都有一顿宪法热、宪政热。他刚上任的时候争取支持嘛，那胡锦涛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大怒，说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要查这个会议的背景，谁捣乱？完了以后，曹先生就被监视了 N 年，大概4、5年吧。监视到什么程度？就是他在西直门家里头，那个他是在一个楼房嘛，当地的派出所在他楼房的楼门洞口设岗，出门有汽车，有摩托车，盯了好几年。所以你想，胡锦涛在位的时候，他已经是这样，他就像胡锦涛说，这朝鲜没有犯政治错误这样的话说出来的时候，他还有什么想法？所以我看到有几个人对中国民主非常有热忱的乐观派，都是郁郁而终。曹思源真的是大乐天派，性格很好。陈子明也是永远乐观啊，觉得自己这个有大用的国士啊，但是这是我的评价，不是他自己的说法啊。还有刘晓波啊，都是很积极用事的人，但是都是可以说60多岁都没了。在现在这个你可以活到150岁这个想象的情况下，60岁你算是夭亡了。那绝对跟心情有关系啊。我觉得是跟心境有关系啊。越乐天的人，他就不停的给你飘流水，所以你还不如一个经年多病的人还能长寿一点。还真的是。你不抱期待啊，对不对？你就是别人生命在于运动，你生命在于静止，你就没事了。我还真是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从年轻就病病殃殃，一直，但是他非常高寿。有病就吃药啊，有病就歇着啊。对，不像你身体好啊，你虎的你就透支啊。对，就是这种不能受很重大的打击啊。我觉得没有人能受得了重大打击，但是如果说你心里有准备，心里有预期，就是没有巨大的希望，就没有巨大的失望嘛。那万先生啊，我们还是得回到主题啊。万瑞南先生算是这个算高手了啊，高手。跟曹先生比起来的话，我觉得他是文理兼修啊，文理兼修。文理商啊，文理商。那就这个吧，我们放张这个图啊。后来写诗歌是吧？哦，他的诗还真是可看啊，可看。你知道那个胡耀邦下台以后也要写诗，写了好多诗，有的诗可看，有的诗没法看。他的造诣应该比万先生差一些。那但是你知道诗是抒发胸臆的东西。我明白，就是还有一块空白啊，想让您给我们讲讲，补充一下啊。就是说，万先生到流亡海外之后，他开始积极投入这个海外的所谓民运的这个事情，是吧？他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位人物，是不是？对于海外民运来说，海外民运呢，大概以组织化吧。一个叫中国民联，就是王炳章先生发起的，
啊。嗯另外一个就是89流亡的人士发起的，前面叫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嗯啊，这是三个人，王炳章、胡平、于大海，嗯这是最早的3任主席嗯啊。那么民阵就是这个严家其是第1任啊，第2、第3任是万瑞南啊，就是比较始作俑者，比较早期的没有贬义哈，就他们比较早期的。那实际上这2个呢党呢都很有浓厚的立宪党人色彩啊，就是希望和中共共建民主的啊。就是我在89年的大字报中间呢讲的，就是要与虎谋皮的。我用了与虎谋皮这词，但是这是一个思维的一个逻辑困难，只能在实践中解决，逻辑上解决不了。逻辑上你永远解决不了共产党倒台之前他怎么倒台的问题。这是逻辑悖论，就是阿基里斯追不过龟，原因在于哪呢？在他追上龟之前，他永远追不上龟。所以很多人钻这个逻辑这个死角，就是因为他们在认识论上出了一些问题就是把这个东西又应用在实践中间，就永远理解不了看似矛盾的事情为什么能成立。因为所谓的矛盾只在一个抽象的静态的状态下针锋相对，一动起来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还能看到总书记反党啊，前有陈独秀，后有这个赵紫阳，是不是？陈独秀是被开除出党的嘛？赵紫阳也是差点被开除出党。这个谁提出来要公审赵紫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老干部提出来要公审赵紫阳，要枪毙鲍同所以也就在一念之间就是那些掌舵人怎么想，他的心理创伤有多大，老同志心理所以你说这个老同志真的是不能搞老人政治，就是按照那个谁的说法，胡耀邦的说法说是人一老了，控制不了局面，也控制不了自己。我觉得邓小平就是控制不了局面，也控制不了自己，因为他没有能力用政治手段控制局面。他首先只能想到的就是用枪，用枪下不住就没招了，下不住就开枪呗，就真开枪呗。最终是开枪了，磨到最后开枪了。那按照您的话说，这个最早在8964之前，以及在8964期间，这个万先生实际上他是没有反共产党的这个动力的，对吧？他的这个意识形态，他的想法，他都不会去反共产党的。作为一个改良派，但是他卷入了8964这个事情，最终等于被迫的去流亡了。你反不反党，不由你来界定，由党来界定。那当然就说我们现在不是从共产党的角度去分析从主观意识万瑞南是否反党啊？那共产党肯定觉得你当然反党了，对吧？你都海外民运了，但是就是说从这个万先生的主观来说，他没有他算是既得利益者嘛，对吧？他没有反党的动力啊，在当时。你要说海外民运了，那当然，那这个不能避讳了。你比如说严家琪，他就有很明确的意识，那是反共组织。我想万瑞南也不会说是连这个意识都没有。你结束一党专政什么意思？有一个时间点，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是万先生成为这个民阵的就是主席，第一次成为这个主席大概是什么时候？这个我就得跟你一样上网查了。就说我说一个大概的时间啊，90年代吗？就是第二任嘛，第二任他也90年代初嘛。那也说他刚流亡没几年嘛。那他既然他加入了这个组织，他应该明白这个组织是反党的。我说他是立宪的，就是说，党认为你是反党的，
但是我认为你是可以合作的，对吧？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是没有问题，就跟国共合作一样，谁先跨出第一步的问题啊。蒋介石坚决剿共，但是有很多人就说你不要剿共了，一起抗日好了，对不对？那就包括所谓的纽约前段时间开一个大会就是反对中共渗透和统战嘛。那我说统战这个词啊，是弱者对强者用的。这个强者对弱者一般用的是暴力、欺骗和收买，都用不上统战。因为统战呢，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三大法宝嘛，中共三大法宝：党建、武装斗争和统战。统战是对资产阶级去的，就是武装斗争是对谁去的？也是对资产阶级去的。就是我跟你和平的政治合作的时候叫统一战线，我联合资产阶级反对日本，反对列强，反对蒋介石垄断资本，对不对？但是我要搞这个社会主义的时候，你肯定就是敌人嘛。你肯定会跟列强合作，跟蒋介石合作，不惜跟日本人合作，对吧？所以就是说，统战这个东西，它是在野对这个在朝的人讲的，所以在野的是要统战在朝中的温和派、开明派、就开放派，就是思维是 open 的。人生一世，为什么一定要打江山坐江山呢？你看习家父子是比较有意思的。习家父子，习仲勋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习近平说我们是打江山坐江山。我说这连在一起看，那要打人民做人民吗？就是你这个执念，就是红二代有很多种红二代，是有一种红二代最 low 的，就是说我要千秋万世传下去，对，把这个江山传下去啊。但是还有很多红二代索然无味嘛。对啊，人家都已经去，反正当然了，中间该捞钱捞钱了嘛。该唱戏的唱戏，该做学的做学问，该挣钱的挣钱。到红三代、红四代，现在人家好多你都已经玩艺术去了嘛。每天按时上下班，一定要搞这些事情。人家做自己的珠宝品牌不好吗？搞这种艺术不好吗？对吧？有的就已经完全跟你中国的政治完全不沾边了呀，人家。这些人当然不是问题，问题就在于从了政那些人。对呀，他绝对不跟你分一杯羹了。就像毛泽东去苏联见那个苏联留学生，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对，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些你们都是。但现在是我们的，我还要活到150岁。富二代啊，跟你普通人没有关系。对，那万先生就是说，按您说的，我还是因为我对他太不了解了，原来我一直之前有过想法，就说什么，因为中间还是有一些就是认识的朋友的嘛，中间，但是一直就没有机会说，说能够去拜会一下啊，或者说做一场对话。当然我一直想的是，因为你很容易找他哈。对，我很容易找他，挺可惜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也给我一个教训，就是有些事儿别拖，就别拖，抢救史料，真的是别拖。对，抢救史料。我就那会儿想的是，哎呀，反正也很近嘛，然后总归有这个机会，也不着急，再等个半年、一年半载的也行。结果就真没想到这事儿挺突然的，所以我对他特别不了解，我就特别想问您呢，就是他晚年啊，尤其是他这个最近的这一两年啊，您刚才说了，他想法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哈，就是他还是觉得共产党是可以合作的，在目前这个框架下还是有改良余地的，是吗？那得是习近平不在了。对，我给你发的有他的诗嘛，就是大家传这个诗是真的话会怎么样？就是哪个是这个绿色的这个诗吗？对，如果流言为真，就是如果习近平有问题了。哦，这个就是传言是这个万瑞南写的是吧？对吧？所以我感觉就是说，万先生
他是情感很丰富的一个人嘛，对吧？啊，很多方面的东西，有影响。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习近平这个路走下去的话，显然呢，这个前景给大家并不是很好，不像就是说80年代、90年代我们处在一个后冷战的乐观里头，啊，不是有一个所谓这个历史终结论嘛？富山的历史终结论，那富山后来又有一个治理论啊，就是中共有治理优势。这也是政治学的一个耻辱，我觉得啊，不管怎么说吧，他就展现出来了他这种极权主义加威权主义加资本主义的这种能力啊，是这种能量。那这种能量的话呢，我想对万先生他是非常关注中国的人。你像做过民联民政一把手的人，不管是万先生还是胡平先生，比我都要关心的多。你想想他的青春在这里头嘛，没错。所以他看到这个中共成为这个经济第二大经济体，军事第二大军事帝国的时候，那他的感觉不会那么很乐观。不会那么很乐观啊，所以他有家天下、党天下，这个民天下这么一个说法，党天下可能还得100年，啊，这种文化，就是说万先生预测中国现在这种状态还得100年，党天下还得100年，啊，所以他说党天下100年的话呢，我想他和刘晓波的那个300年殖民地论，字面上有像的意思，但是大家一定不要看字面，一定要都问本人。因为字面上的话呢，你就会产生很多误解啊。您问过他吗？对，我问过刘晓波啊，我说你那个300年殖民地是怎么回事啊？因为这个很不政治正确嘛，鼓吹殖民文化嘛，鼓吹帝国主义嘛。他说我是在香港的时候，香港记者问我说是中国大陆什么时候能达到香港的这个政治文化水平？他说那得300年殖民地，因为香港用了100年，所以弹丸之地用了100年，中国这么大得300年，300年殖民地论就这么来的。所以就我来讲呢，我认为文化改良要西化的话，文化要西化，1000年都不够。因为文化这东西跟文字直接相关。有道理。如果说你把汉字消灭了，就是五四先贤他们是看问题看得很准的。如果这个文化不好，那就必须阿拉伯化，必须拉丁化，文字就必须拉丁化，必须新文字。这已经是最极致的一个做法了。但是你说他们跟法国革命那些人有什么有什么太大差别没有？法国革命也恨不得就是说，就是说把这个基因都变了，把这个这个他都改了，男他女他这些都不平等，都变了。所以进步主义呢，就有点就是像要薅着自己头发站起来的人，这是鲁迅的反思嘛，就感到无力嘛。因为你文人的世界，你在书斋的时候你力大无穷嘛，那是你自己的世界。但是你一出门就进入市井，市井就是仁义礼智信，那才是站得住的观念，天理良心。你不讲这些观念，你无君无父，该死该杀。就像辜鸿铭讲的，说还是有皇上好，因为什么呢？说人吵架，说还有王法吗？你觉得理直气壮，还有法律吗？就觉得这么弱。因为人们对王是有信仰，这是一种文化。但也不需要1000年啊，我们现在有个几十年、100年呢。现在的中国人哪还有对王还有什么信仰？我说的是文化西化，1000年都做不到，除非你把文字改了。但是你要说有制度上的这种相似性，或者结构上的等同，这一场革命就完成了。
是，或者一场战争占领就完成了，是你看看或者内日韩嘛，部战争，对吧？或者外部战争。嗯就是说，你通过文化革命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实现人道啊或者什么，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东西嗯，啊。你想通过文化革命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就是那你就是您就是觉得还是得制度改换句话来，革先行，就是是吧？这叫讲法，就是说，你只能用反人类的、反人权的手段。你比如说消灭文字，这不叫种族灭绝吗？对，消灭文化不是种族灭绝吗？那毛泽东干的就这事儿啊！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就是种族灭绝啊！所对，以你们治黑干的事儿，共产党早干了，而且嗯，让你这个一户只生一个好，不要给世界增加负担。联合国人权人口基金会最支持了。习近平放开二胎的时候，人口基金会表态非常的不友好，所以你就知道所谓进步派里头有多少个邪恶分子嗯，就是很奇怪，就是很奇怪，就是也有多少种族分子假装是进步主义的，实际上他是反其他种族的，反黄祸的是啊。是，所以你如果无意中开始反你的皮肤的时候，那我觉得你也没救了，你直接自杀算了。嗯，你要反中国文化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说抽象的反中国文化的话，那你也没法活了，你不要用中文了，您所谓真是这样。抽象的就所谓的逢中必反，是这个哎，意思吧？对对对，我说的中绝对不是共产党，就是中，因为嗯在我观念里头，共产党和中国文化就是两回事儿。因为共产党是个多新的现象啊，嗯对不对？中国文化你起码有这个“中国”这个词已经好几千年了，嗯那这种文化从洛阳开始到现在好几千年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你刚才讲到万先生这个百年党文化这个党天下这个事情，嗯，我觉得他很文艺，很文艺，就是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像橡皮筋他这个话？儿一样。你最嗯极致的理解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干100年，还可以说，共产党垮台了以后，又是一个变相的一党专制1000年，100年。嗯，还可以说，即使实现民主了，这种党文化的遗存是100年。那说实就是在的话，我觉一些得遗老，从党文化的这个遗存上来讲，不是100年，它已经刻在现代汉语的基因里头了，有道理，清不掉了。有道理，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是仇视党争的，党都是黑社会，你知道吗？党。是，那你有了这么强大的这种国民党、共产党塑造的中国文化，它就是一种党文化。现代中国的这个语言，我们已经不能说是被污染了，是被塑造的。对，现代的汉语方案是共产党推行的，简化字，所谓的简化字啊，华国锋时期还有一个更新版的简化字，是好多人认为没法看就废掉了，但是有些字也保留下来了。但是据说那些字实际上就是过去文人的时候省事儿的时候省了一些笔画。他们不管怎么样是在，或者就是草书里边直接就是拿过来，共产党就是五四下的蛋，中国共产党就是五四下的蛋，他就是要所谓反帝反封建，叫什么要科学民主，但是这个科学和民主都有特定含义的都有特定含义的所以就是五四的这种文化革命的这种愿望怨念，和共产党这个后来的很多做法是一脉相承的，一脉相承。当然，五四的旗手陈独秀后来是背叛了革命，真正的背叛革命了。就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
认为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希特勒一样，都是人类的反动堡垒，三大堡垒。如果说他们三家成了，人类将进入半个世纪的黑暗。那实际上呢，两家败了，苏联成了，苏联成了，那就是半个地球50年的黑暗。就是陈独秀有预言对了。所以五四旗手里头，陈独秀和胡适，我们知道胡适他打孔家店他是三心二意的，是因为什么？因为一些守旧分子拿着孔子的这个招牌，所以我要砸孔家店，他并不是真的要去反孔。但是陈独秀是，当然陈独秀的反省还不够反省还不够，就是包括瞿秋白，他的在这个多余的话中间，就很坦诚的是讲自己，实际上就是我用我的话叫半吊子，实际上对世事并不了解，就是纯文人，屋落风尘去搞政治，就是这一批人，文化狂想主义者，在外来力量的支持下，你像1927年的时候，中共的党费总共交了3000块钱，苏联给了100万，所以那是标准的卢布党嘛。对，就是这个完全跟你本国的精英分子人民毫无关系的一个外来势力，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一个共产党的大革命时期，两党都是苏联遥控，对吧？对，土地革命时期，还有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完全苏联遥控，包括建国初期，49年之后，完全是苏联的一部分，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所以叫黄俄一点错都没有。这个阶段把中共叫做黄俄一点错都没有。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分支。就是或者说苏联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分支，东方部分，甚至说斯大林把东方的革命、亚洲的革命交给毛泽东了，总指挥。那您觉得现在习近平时代，我们有相对独立一点吗？现在当然独立了，现在攻守易势了。这个当年这个毛泽东得看斯大林的眼色，现在普京得看习近平的眼色。所以，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刚才说这个万瑞南先生说的这个党文化您觉得现在台湾的情况，就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些情况，某些特征是不是还是一种中国过去这种党文化的感觉呢？就是这个国共两党的色彩，我觉得台湾的党争有这个色彩，包括很多台湾的普通的大众实际上不愿意讲政治，也是白色恐怖时期的遗存，就是跟80年代的中国的家长一样就不要谈政治，宁可学数理化，不要学文科，学文科就会倒霉就会被政治迫害就会说错话我觉得这种会变成家学，一代一代传，不知道传到哪一代去。所以党文化的这个遗存，就是你可能再过300年还能够做个基因检测还能检出来。但是并不妨碍台湾已经变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对吧？就是不妨碍它的民生什么的。就是你这就是可能就是欧洲和美国的差别。你要在美国你要查出这个地质的基因来讲太难了，但是在欧洲绝对可以，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很容易查到这种阶级的基因是封建的基因，你都能查到。在美国你很难想象当然这个没有什么，除非你有洁癖就是我说极端的对300年以后中国还有党文化，有就有，但是你怎么着，你这一点文化你就不活了
对啊，其实就是只要人啊，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能够保障嘛，我觉得这种无所谓的啊。它会变成一种，就是无害，实际上就不能说无害，就是说，最后你的毛病会变成你的特点，嗯，就是就是无伤大雅，但是呢，肯定也有看不惯，就对不对？或者蜕变成一种亚文化，就不是对对对主流的，嗯对，因为最主干主流的，就是说，我觉得中国的大众啊，就是嗯我说的大众，应该说知识精英吧，嗯还是不管是哪一派的马派毛派，基本上啊，这个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内心里头他们还是认的。嗯，包括我说的毛派，因为我认识的好几个毛派，过去都是民主派，就是他们都懂道理，都懂。他们反对共产党，甚至有些就认为共产党不该执政，因为你执政了以后，你就失去了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这个态度，完全毛派嘛。这个好，毛泽东怎么说的？你看那个毛泽东说什么？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啊，就我觉得就是社您说的会主义这些人，他们建成了，好理想主义啊，阶级斗争战成了，但是呢，就是社会主义建成之后，阶级斗争还存在。那已经没有资产阶级在党内啊，那不跟德拉斯的那个新阶级是一个概念了吗？对，是吧？毛泽东说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搞文革有这种理论基础，有白左的理论基础啊，就是这当然不能叫白左，白左的词太新了啊，就是有这个社民党或者说共产党左翼的基础啊，对吧？嗯，理论基是，础是吧？我们刨确实是，去政争的原因啊，刨去它是，包装的东西，它拿出来的理论武器，它是反什么呢？反党国资本主义的。因为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重要的资产都掌握在干部阶层，嗯大干部、小干部按照自己的权利，按照自己的部门，多多少少得到占有，而党对所有中国人的人身有占有权。最简单的就是计划生育就能看出来。是，我对你的人身，你人身就是党的资产的一部分。不是只有愚蠢的人才是，聪明人也一样。不要认为愚蠢人才是党的资产，聪明人你不是党的资产吗？就一视同仁嘛，我们 啊，一视同仁嘛，对我们在上北航的时候，北航有一句话叫做“健康的为党工作50年”，你等嗯于22岁毕业，你得工作到72岁，你不是党的资产吗？那个时候大概50多岁就退休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党国体制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种新东西。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把这个党国体制的这个韧性拉长了。中国人很有创造能力，一个是孙中山蒋介石一系建的党国，嗯是苏联影响建的党国，威权化的党国。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陈独秀这一役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是共产国际支部，后来中苏分裂，后来他们反帝反美反苏是吧？之后又靠到美国这一边，所以它的有很多变形，也比较有趣。就是现在的中共不是纯粹的斯大林式的嗯，纯党国资本主义，它又有权贵资本主义，是，又有市场资本主义，有民族资本主义，有买办资本主义，它是个大杂烩，所以它不好分析了，它复杂了。但是从政治角度来讲，它还是牢牢控制的，因为军队不跟人分享，嗯军队情报专政机关不跟人分享，而且现在在开倒车，就这样啊，回到那列宁个式的、斯大林式的模式。这样啊，郑先生，我们差不多快2个小时了，我们回归到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是跟万瑞南先生有关嘛，
他刚随时你可以刚离世啊，我们悼念一下他。但是呢，又因为我对他太不了解了，然后您呢跟他最近这一年啊，算是某种程度的笔友吧，交流比较多啊。对对那我们想看一个人，就是他的思维的一个脉络啊，怎么转变的？因为从89年那开始，一直到他流亡到现在，后面民阵呀，包括他晚年的一些反思啊，您说他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等于就一直是康党，是吧？一直是改良派，并且认为，即便中国这个党文化可以再持续100年，但是也不代表说就是说这100年都是黑暗的，对吧？也有可能就是说某一个节点上，可能万瑞南先生的想法是跟共产党是就是可以合作的，可我觉得以硬着就是说，头皮的。跟共产党合作的唯一障碍是六四，啊，就是如果说把六四这个平反了，很多人可以面对自己，可以面对自己啊。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同时在的一个多能体。共产党能够平反六四的时候，那它就有非常大的变化，有非常大的变化。就是说，它有可能就是所谓的党主力线就启动了嘛。这个东西原来没有过的事情，会不会可以有？就是共产党搞资本主义，过去有列宁只搞了这个新经济政策，也搞的时间很短。可不可以搞30年、50年、100年？不知道啊，不知道。就是我是感觉就是，有很多具体的判断。你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大家很快就认为这个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啊这个全球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化民主化，简单来讲叫民主化，因为这些概念都在民主这两个词里头嘛。简单的全球民主化、历史终结论啊、后冷战啊、全球化秩序，这是主题词。但是我觉得现在东方的崛起，第三世界的崛起东升西降。我说东升西降就是指的第三世界亚非拉一个新秩序的崛起吧。对新秩序后冷战的破局。那我觉得80年代、90年代的那种判断早就过去了，早就过去了。那还会有新判断。就是说万先生呢，实际上我跟他在聊的时候，他向前看的，他不是太有兴趣去聊过去的事情80年代怎么样，海外民运怎么样。也可能因为他有写回忆录了，都已经写过了。他的兴趣在于未来会怎么样，未来的新经济的有什么新趋势国际政治会有什么新变化呀？这是他关注的。而中国这个简单，中国这个结论都已经出来了，习近平在就这样，习近平不在，各种可能性全出来了。我们分两个小问题来说，就是先说习近平在，一会儿再说习近平不在啊。那么习近平在，这是一个几乎所有派别的共识吗？就是说肯定不会有什么变化了。习近平在，他就是既得利益最大化，就是说不动最好。就不动的话，他就是说要保留这个党的控制，保留党的控制，那他自身权威性不够，所以他就要加强权力。因为如果软的不行，我就要用硬的嘛。所以党的权力会扩张，就是会反弹，就像胡锦涛一样嘛。胡锦涛，你看那人个性，并不是像就是一心向往这个金家天下的人嘛。但是他为什么要说这个朝鲜政治上没有犯错误呢？那就是说他没有控制能力嘛。譬如说他没有信心军队会挺他的，邓小平会有这个信心，所以他不怕经济上放开嘛。那当时那些人邓丽群攻击赵紫阳，就是说胡耀邦是说自由化的，赵紫阳是干自由化的。你干这不就是自由化吗？对不对？
削弱党国资本主义的基础嘛，就社会主义的基础嘛，对吧？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民营经济，对吧？那肯定啊，党就控制力就弱了嘛。但是邓小平想的什么呢？只要枪在我手里头，只要政治上不搞三权分立，就没什么大问题啊。搞不搞社会主义不重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没兴趣，赵子阳没兴趣。那从这个逻辑上来说，我们可不可以认为，其实是习近平的自信不够呢？哎，没有声音了。习都不够。OK，现在有了。胡和习都不够啊，所以胡时期就国进民退嘛。国进民退从胡耀邦、胡锦涛时期开始的，就是他们都是非常乏味的官僚型的人物，没有什么魅力，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这种愿景，也没有政治上的这种牺牲精神。说我为了我这个愿景，我要鼓动人民啊，我要去做什么，没有。然后，并且我还有自信，就是当这个所有的这个自由活力被调动起来，全民的我还能控制得住。他没有这个自信。所以邓有这个自信，甚至江有这个自信。对，江这个自信和邓不一样，邓是觉得我军队在手，我不怕。江这个自信就比较可疑，江因为他不会有说军队在手，我觉得他不会有这个自信，但是江的这个我们也知道他的这个成分比较独特，是吧？他的父亲是汪伪政府的教育部的次长，好像是这么一个角色，所以他的这个烈士身份是个很水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可能是情怀上的问题，他和胡不一样，胡和习都是情怀上就是红旗下的蛋嘛。江你怎么知道他跟鲍同是一代人？哎呀，是啊，这个万瑞南先生也是49年之前生人的呢，对吧？这一代人也慢慢的就过去了，凋零了。是，就是，所以80年代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民国人有新风气，有老风骨，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看到的是红旗下的蛋，包括我们自己。50后嘛，50、60后了嘛。那现在就是说白了，就是要等喽，等这个53年的习近平什么时候凋零掉？我不认为这个是文化决定论，一切取决于政治变化。就是我是制度论者，但是一个制度要从革命里头来产生出来新制度，改良产生不出新制度，改良都是对制度的完善或者修剪，新制度从革命里头产生。这革命用暴力的方式或者说和平的方式，和平方式就是军队中立就是和平方式，军队不中立就是暴力的方式。我当然希望军队中立，用和平方式所有人都少损失一点人命关天嘛，少死几个人不要死人最好，对吧？那制度的改变，是新文化的保障。新文化就是我说新文化就是这种政治文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种政治文明，像胡平先生说的，数人头强过砍人头嘛，对不对？用数人头的方式，你像海克并不认为民主是能够最大化经济效益的人像经济学家，我觉得伟大的经济学家没有几个人认为发展伟大的经济学家不会这么认为，但是呢，他们认为经济不是唯一的因素，所以海克说什么呢？说这个民主是能够让政权和平交接的办法。那数一数票就 OK 了，是，不要让它引起暴乱，引起革命，引起无谓的牺牲。那你引起革命、引起暴乱的时候，哪还有经济呢？连人命都没有保障了嘛？对，没有声音了大智慧者不会是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就是邓小平那种家伙，你让中国人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为了你那点 GDP？ 没错。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您在跟万瑞南先生交流的过程中，有没有聊到或者听他说到对于未来，他不是喜欢聊未来吗？对未来的一个判断啊，就是说习之后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我们这个，我印象中好像就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设想。那就您就说说您的想法，您就说说您的想法，以及您想象中的万先生可能会怎么想吧。万先生基本上不想这个问题了，就是因为我给你那首诗已经很清晰了，就是这个局就开了嘛，就不用去做想象了嘛，对吧？他关注的是马斯克啊，是彼得蒂尔啊，是这种美国霸权的衰落呀。他关注的是更多的是这些问题啊，对中国的事情你关注没关注，他就这个样子啊。那你其他的又是黑箱政治是吧？啊，所以我觉得面对中国，说实在的话，我可能关注的还不如万先生得到的资讯多。就是我认为习近平要让中国走到北朝鲜那个状态，才是他最安全、最舒服的状态。主观上来讲是这样的。是，但是呢，这个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难，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间可能就出师失节，未捷身先死了，啊，岁数也到这儿了，对，所以唯有一场战争才有可能让中国北朝鲜化，对，就像俄罗斯一样嘛，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祈祷，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卷入一场战争，卷入一场战争可能会让中国迅速的军国主义化，更加的糟糕。但问题是，这个我前2天我做了一期节目啊，就是因为最近那个日本首相石破茂有一个讲话嘛，对，正好这个战后80周年的讲话，他就做了一个反思啊，就是当年的日本这个军国主义为什么没能够避免战争的发生。然后从很多角度啊，他们比如说在当时的这个宪法的角度、制度的角度、议会的角度、政府的角度啊，包括当时媒体的角度，你在这个推波助澜这个军国主义啊，等等等等，监督啊什么，他做了非常多的角度的分析。后来我做那场节目就是把这个对话这个讲话介绍给我的观众啊，做了一些分析。后来我就觉得，中国现在跟当时有点像啊，就是说也没有人能够制约。就像你说的，我们现在只能祷告说中国不要卷入一场战争，然后最后北朝鲜化。但是谁能阻止呢？就是如果习近平或者中共高层他想要发动这么一场战争的话，也没有人能阻止他呀。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只有大家看到这个问题、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才会有办法出来。那倒是，怕的是你没有这个意识。你譬如说，我们过去认为中国会很快的民主化，由党天下变成民天下，但是没想到他党天下迅速的回弹，而且叫塌缩成家天下，有出现这个趋势。那我觉得几乎所有人可能都不能容忍，但是好像又无可奈何，又没有办法。对，那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俩坐在这儿能够想出问题来的，想出办法来的，你这个我觉得还是带有开放性的比较好，就是开放性思维，就是这个事情是取决于天意啊，在上帝手里头在上帝手里头会以什么方式来终结大家这种焦虑，因为历史不会简单的拷贝，就是你担心的事情不会出现，你出现的从来都是你不担心的事儿，很少有说你担心的事情，哎呀，终于发生了，这种事情不多。如果说已经成为普遍讨论的事情，很难出现。有道理。你比如说习近平刚上任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会平反六四，他会怎么样，没人担心过他会搞家天下吧？是吧？就这样。好。
好吧，那我们差不多今天就聊到这里啊。这个就像您说的，历史不会做简单的 copy 啊。那康有为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就是梁启超啊，万润南就是万润南，他们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总归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啊。那么也最后呢，就向万润南先生学习吧啊，先祝他安息，然后向他学习，眼光朝向未来，对吧？我们从历史中来。当然了，您更多的是研究历史了，这也很重要。就像您说的，把这些历史的细节呀，包括这些都要给它留存下来，这个非常的重要啊，也非常敬佩您一直做的这些努力啊。也观众朋友们如果这个感兴趣啊，也欢迎关注这个郑先生的频道啊。那么他尤其是在研究8964这段历史，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海外中文圈里非常难得的，做的功课非常细致的。这点也得向您学习啊，我这个功课做的不细致。我们最后交给您吧。我们这期节目是悼念万瑞南先生吧，我觉得最后您跟他还是认识的，还是有很多交流的。您给我们说一番话吧，关于万瑞南先生。关于万瑞南先生，就得提到海外民运啊，因为他也是以民主为置业的一个人啊。尽管不是以民主为生啊，是以民主为置业的。我来到海外呢，听到过一句话啊，就是说民运圈里头两个会最多啊，研讨会和追悼会啊，就是说尤其是这老一辈人，民联时代的和民政时代的人啊，他们承载着很多民国的记忆，这些人啊，一些民国的气质气息。啊，就是能够承上启下的。我觉得他们的经验、他们的人生体悟，对中共倒台之后这个重建中国人的这种精神世界是有巨大好处的。就是我们不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不能指望着个别思想家给大家生出一个文化来。那都是要从典籍里头，从这些风流人物的事迹里头去寻找。就是他需要一个文化生态载体，就是他一个人实际上是全息的，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甚至反映了他的祖辈。你像陈逸思先生，对吧？反映了他的祖辈的烙印，他们引以为傲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不要断了，不要断了。所以我觉得，抢救中国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中国文化就是从清末以来到民国以来的这些传统，我们把它，最起码从这种不是抽象的词语，而是一个个人的活过来的生活，真正付出代价的，不是嘴上说的漂亮话，是真的用他们的生命付出代价。半生一生付出代价的这种活过来的生命，他们中间的那些可歌可泣的闪光的东西，以及他们的很多懊悔，他们的很多反省他们之间的很多斗争，他们的纠结中国传统文化中间的一些可爱的东西和一些可比的东西，我们把它都记下来。免得我们重走老路。就是这个，就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从门口把传统扔出去的时候，他会从窗户里又跑回来。就是我们不要犯这种错误，就觉得整个中国文化都是很糟糕的。在这个前提下，最后在你身上体现的是最糟糕的中国文化，痞子文化。没错，没错，就是完全不像有家教的人，不像有家成的人。就是没教养，这就是知黑最后的反映出来的样貌嘛，就是这样，就是没教养，就这么一个轨迹嘛。就是你不光是中国人眼里没教养，你在老外眼里你也没教养。对，就是你是一个无根的飘萍，你以为你要在做世界人，实际上你不是人。这个人就是说文化意义上的，他一定是有一个自己的出身，有自己的归属的，这个你改不了。你的历史你改不了，你可以不断的向前，但最终大家还会
看到你的历史对你的决定性的影响。是，每一代人都往前走一点点。好，我们还活着的人啊，我们继续往前走，继续努力啊！感谢郑先生啊，感谢郑先生，也谢谢北京，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观众朋友们，好，谢谢，拜拜，下次再聊，再见。再见。